Hello， 朋友们，前段时间呢，跟大家棚拍了蓝图泰山 X8 的一个棚拍静态。那么当时呢，我就说真想开着这台车去到户外玩一玩。那么说来，今天就来了。关于这台车的一个静态的信息，有几个关键的点跟大家先分享一下。首先呢，就是去年11月，蓝图推出了大型6座 SUV， 叫做蓝图泰山。而现在蓝图泰山 X8 呢，它的定位是大5座 SUV 的定位啊，车长5.2米，车宽超过了2米，轴距3090，无限接近于3.1米的状态啊，这就是中国市场目前尺寸最大的5座 SUV。座舱方面，首发的2个15.6英寸华为车载智慧双联屏， 2.5K 分辨率，还有同样首发搭载的鸿蒙座舱 5.2 系统。后排呢有2个零重力座椅，并且右后的那一个还带有揉捏式机械按摩的功能。13升超大冷暖箱， 21.4英寸的吸顶屏， 3K 分辨率，以及这台车最重要的一个配置，一键成床。还是那句话，喜欢在车里睡觉的朋友们有福了。自主品牌把车造到这个级别、这个价位之后呢，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会把配置追得非常高，非常高。舒适性配置呢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的底盘的配置，像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超过90%的材质都是铝制材料，这些都是基本操作了。更重要的一点是，泰山 X8 呢，这台车它还会搭载3腔空悬，空悬的可以调整的范围啊，105毫米是非常大的，并且有5档高度可调，4档刚性可调。还有一个呢，就是智能魔毯了，可以提前扫描前方的路况，然后对阻尼悬架进行一个预判断。同样呢，还有一个就是后轮转向，双向16度的转向角度真的是非常夸张啊！其实今天试驾的时候呢，我一开始是坐到后排的，在山路里边弯弯绕绕，能感觉到啊，这台车的这种左右侧倾抑制的是非常到位的。一句话简单来说啊，就是闭上眼很好睡的一个状态。当然了，编队行驶在山路里开的速度比较慢是一个前提条件，但是我们可以以小见大，就是能够见证它这种平稳性是这台车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这种硬件的堆叠带来的这种正向的反馈效果是非常到位的。那么我回到驾驶位来说呢，其实蓝图泰山 X8 这台车带给我的第一个大的这种鲜明的惊喜感呢，并不是说它有多么的舒适，当然它其实也是很舒适的，就是像高级的这种阻尼回弹，还有这种平稳性，还有那种空悬的时候这种呼吸感，就是这台车会行驶得非常稳。但其实给我带来最大惊喜的感觉是在于这台车的一个灵活性，就是在山路里面弯弯绕绕的时候开，根本不会觉得有多大的压力。因为刚才也说了，就是这台车它的双向16度的转向角度真的能帮助这台车变得异常的灵活，就是你根本不需要担心你开这么大一台车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的状态，因为这台车5.2米的一个车长，它的转弯半径能做到5.4米，也就是说一个大型的5座 SUV 能做到 A 级车的一个转弯半径，真的是开起来非常的灵活。那像其他的这种静谧性呢，就更不用说了，就到这个级别了，真的是很高级的一台车整体的表现。那么关于它的这个动力的布局还有续航啊，自然还是会执行纯电和插混长腿走路的一个政策啊，都是800伏，都是双电机，也就是说所有的车型呢都是带有4驱的。那么纯电版车型呢，它的电池最大容量是120度电，纯电续航727公里。插混版车型呢，电池包最大的容量是65度电，纯电续航370公里，综合续航能够突破1500公里。还有5CA 超充，从20%到80%只需要10几分钟。其实这些数据、这些补能的能力呢，放到这个梯队来讲，大家都是相差不是特别大的一个状态，谁也没有说能把谁压死的一个状态。而这些数据背后其实所代表的呢，就是现阶段中国的这些车企们能够做到的最顶级的状态了。OK 了，那说完以上这些你关于自己驾驶的这些东西啊，那么如果到了你不想驾驶，想把车给它自己开的话呢，就要说到它的乾坤支架了。蓝图泰山 X8 所搭载的华为乾坤896线4激光雷达，由1颗主激光雷达、3颗补盲激光雷达组成，同时还有4D 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超声波雷达在内的一共34个感知传感器，硬件规格直接拉满。在智驾体验环节，城区里的领航辅助表现尽是意料之中，车道选择、红绿灯监测、转弯掉头皆是行云流水。而这一次带来的惊喜点是，它在山路中同样可以完全使用。在景区门口，面对杂乱的停车情况，再加上行人的穿梭，
华为乾坤之家可谓是毫不怯场，转瞬间就完成了避让、博弈、超越的动作，真是技高车胆大。连续蜿蜒的山路中，方向盘的转动幅度和力度也是控制的恰到好处，没有出现让人感到不适的突兀感。不过山里的限速实在是太低了，多少有点限制了这套乾坤之家的全部功力。但最后呢，我还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山路里，华为乾坤支架会有响喇叭的动作，只是执行的逻辑有点让人啼笑皆非。有时候盲弯不响，直路却响，提醒对向来车的目的没有达到，反而把开车的人吓了一跳。所以这个功能说实话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在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上，蓝图泰山 X8 这台车呢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的价格呢是30.29万元起，并且同步推出了2000元抵5000元的礼金，还有智能充气床垫套装等等权益。那么按照现在新车的上市节奏来看啊，正式的官方指导价肯定要比预售的价格要便宜一点，那么几乎可以板上钉钉的是，这台车的最终售价会落到30万以内的起售。那么这么来看的话，各位心里是不是更加舒服一点了呢？另外呢，官方也说了，就是蓝图泰山 X8 这台车呢，它不是一台简单的家用车，而是要做旗舰级大5座 SUV 中的价值怪物。这一点各位同意吗？